不愿意也没关系。聂怀桑口吻轻松，仿佛早有预料一般。我是让他给店员打电话的，哪知道直接就打给你了，可能是按错了吧。我会过来。蓝忘机板着脸，语气不容拒绝。啊？聂怀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哦。江澄在一旁张望。魏无羡对着镜头笑得黏糊，等你哦。前夫哥，蓝忘机真的要来？聂怀桑看着魏无羡挂断视频，彻底震惊了。不像是在开玩笑吧？江澄一脸不可思议。三人恢复常态，刚刚醉酒的模样是装的，目的就是试探一下蓝忘机究竟会不会来接醉酒的魏无羡。刚才魏无羡对两人的建议充耳不闻，只顾自拍撩蓝忘机，还得意的把聊天记录给两人看。怎么样？我前夫说我帅，你要不要这么沉迷？说半天都白说了。聂怀桑恨铁不成钢。蓝忘机的行为确实很反常。江澄苦口婆心，你要知道，普通人这样给他发自拍会被拉黑的。你信不信，他真的在报复你？聂怀桑强调。真的吗？魏无羡显然根本没放在心上，我怎么觉得蓝湛不是那种人？可是真的很反常啊。聂怀桑说，蓝忘机怎么会夸人家自拍照帅？他不仅讨厌人家自拍，还更讨厌喝酒呢。江澄笑着把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，你刚才的自拍要是把酒杯拍进去，看他还夸你帅不？是吗？魏无羡不紧不慢吃个炸串，那我要是喝醉了，他会不会管呢？不会，不会。江澄和聂怀桑异口同声，两人互看一眼。按常理来说不会。江澄补充道，如果要报复你的话，就会。聂怀桑也点头，但这么晚了他多半不会出来。哦。魏无羡把酒倒满，又一口干掉，他使劲揉揉自己的脸颊和眼睛，那请前夫哥来报复我吧。远远看到蓝忘机的车开过来，魏无羡很快进入状态，他演技一流，又经常在外喝酒，知道醉鬼们都是什么德行，装起来毫不违和。蓝忘机下车后，冷冷扫了江澄和聂怀桑一眼，两个也在装醉的人只好硬着头皮跟人打招呼。魏兄酒量不佳，麻烦你了。我们也要回去了。蓝忘机没有理会两人，径直去扶魏无羡。魏无羡顺势攀住蓝忘机的肩膀，冲聂江二人挤挤眼睛，跟人拉拉扯扯的上车了。我不要回家。车门一关，魏无羡就开始口齿不清的扯谎，我爸会骂我的。蓝忘机没说话，只好去酒店开房。无论是在前台办理手续，还是乘坐电梯上楼，魏无羡就跟没骨头似的赖在蓝忘机身上。一股好闻的淡淡檀香味萦绕在鼻尖，魏无羡皱着鼻子嗅了嗅，觉得真好闻。打开房间门，蓝忘机小心翼翼把人扶到床上，这才有时间确认魏无羡的状态。还好吗？蓝忘机坐到床边，感觉魏无羡的脸色恢复了不少。不过本来就是装的，总不能一路上都在搓自己脸吧？没事，魏无羡小声说。蓝忘机放下心来，那你好好休息。说着便站起身准备离开。真是一个正人君子啊，魏无羡在心里感叹。不过魏无羡才不会轻易放他走，前夫哥说好的报复呢？魏无羡一把拽住蓝忘机的手腕，我睡不着，再陪我一会儿。他们是装的。蓝忘机去烧烤店接人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，聂怀桑和江澄平时都不大喜欢跟他来往，明明喝醉了看向他的眼神依旧躲闪，没有醉酒之人那种无所畏惧、胡搅蛮缠的感觉。魏无羡也是，二话不说，乖乖就跟自己上车。于是他假装把人送到房间就走，果然魏无羡要留他，这是想做什么呢？蓝忘机不禁有些怀疑魏无羡动机不纯，这绝对不是喝多了对他这个前夫忽然产生依赖感，多半是和好哥们打赌，看自己的反应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顺水推舟。蓝忘机坐到床边，打算不动声色观察魏无羡究竟要做什么。魏无羡见蓝忘机肯留下陪他，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，但他很快恢复猛猛的表情，主动往里面挪了挪。坐上来。蓝忘机没有出声，但还是脱掉鞋子坐到床上。魏无羡抱着枕头，歪着脑袋由下而上看着蓝忘机，一面是装的，一面又道出真心话，蓝湛，你真好看。蓝忘机听到这话却高兴不起来。
虽说他对魏无羡是一见钟情，最初是被颜值吸引，但真正认识后，他更欣赏魏无羡的才华。专注着为顾客讲解艺术品的魏无羡令他醋意满满，但又光彩夺目。如果魏婴真的只喜欢他那张脸，蓝忘机会感觉很受挫。看到蓝忘机默不作声，魏无羡忽然翻身起来，凑近了去看蓝忘机。蓝忘机转过脸，正对上近在咫尺的魏无羡，甚至能闻到他呼吸中带着酒味。真的好看，魏无羡认真地说。蓝忘机心脏又快了一拍，他抿着嘴看着魏无羡，连呼吸都很小心翼翼，耳根也渐渐滚烫起来。魏无羡看了他一会儿，又眼睛一眯，跟没事人一样缩回床上。困了，蓝忘机看着魏无羡闭上眼睛，很快便听到他气息绵长，多半是真的睡着了。蓝忘机静静坐在旁边，眼神一直落在对方身上。熟睡的魏无羡很安静，舒舒服服地窝在被子里，毫不设防的模样让蓝忘机感觉怎么也看不够。或许该离开了。蓝忘机心想，他已经不知不觉看魏无羡睡觉看了半个多小时，今晚能把装醉的魏无羡送到酒店里，陪着他睡着，已经很满足。蓝忘机缓缓起身，魏无羡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或许还可以做点什么。蓝忘机被自己的想法吓到，不行，会弄醒魏婴的。可是如果轻一点，蓝忘机反应过来时，双臂已经撑在魏无羡身体两侧，低着头几乎快要吻在魏无羡的唇边。怎么办？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蓝忘机蜻蜓点水般触碰了一下魏无羡的嘴唇，又快速分开。应该没有醒吧？啧，两条胳膊忽然缠上蓝忘机的脖子，强势把人往下拉。前夫哥，要亲就亲个够啊！魏无羡抬起下巴，端端正正吻在蓝忘机的唇瓣上。这可是他初吻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碰一下就完事？好在蓝忘机没有退缩，顺势压在魏无羡身上，两人不约而同微微张嘴，笨拙地伸出舌尖去勾对方。魏无羡曾经调侃，接吻不过就是一个唾液交换的过程。待在国外时，他所在的艺术圈子见过许多男女、男男、女女组合，或是伴侣，或是单纯因为艺术搞到一起，但他却从没动过这方面心思。交友甚广，嘴上爱调侃，私生活却比谁都干净。遇到贴上来的，他总能自然而然地拒绝对方并化解尴尬。遇到蓝忘机却不同了，那些人做过的事情，他也渴望与蓝忘机做。此时他才明白，唾液交换的过程是如此美妙的体验。前所未有的冲动让他忍不住抬起腿去蹭蓝忘机的腰，两人隐秘的部位不知不觉抵在一起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变化和反应。今晚要来真的吗？魏无羡在心里打鼓，如果是和蓝忘机，他觉得也可以。搞艺术的最擅长就是抓住那一刹那的灵感和想法，感觉到位就可以。他并不忌讳对方身份，哪怕是刚离婚的前夫。蓝湛待他确实不同，那两个损友完全猜错了。魏无羡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。蓝忘机顿了一下，把人放开。怎么不继续了？魏无羡笑得勾人。你分神了。